我成年后竟觉醒成了魅魔，我那主马和我签了主仆契，却死活不肯喂我。半夜我实在饿得不行，爬上了他的床。沈怀，我饿了他，猛地把我推到墙上，声音里满是怒气。你就不能控制下，别跟个动物似的。然后他自己出去住，还把我锁在了寝室里。可他哪知道，当晚他那个性格恶劣的室友回来了。过来，我喂你。我饿极了，感觉都快失去意识了，连房门开锁的声音都没听到。我蜷缩在沈怀床上，抱着他的上衣，使劲嗅着那味道。突然，床帘被猛地拉开。我说：“沈怀，你在搞我！”吓得往后退2步，肩膀抵着墙，警惕地看向那人。他是沈怀的室友，家里有钱，脾气超差。博彦也吓了一跳。不是，妹子，你谁啊？我不说话。他又给我拉好床帘，声音也低了下来。真服了。沈怀把人带回寝室，他越走越远，到处喊沈怀的名字，以为沈怀还在寝室呢。其实沈怀早走了，把我一个人扔着。博彦到处找了一圈，没找到人，就靠在门边给沈怀打电话。关机了，他开向我这边，这啥情况啊？我知道沈怀早就关机了，因为我打了好多电话，他一开始拒接，后来就关机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博彦无奈地回来，把手搭在床沿，轻敲2下。妹子，商量下，你能不能出去住？可我却闻到了食物的香气，这香气我只在沈怀身上闻到过。我放下手里的衣服，慢慢往床边挪，透过床帘缝隙，看见博彦站在下面。按道理，我是男的，该出去让你住，可我现在没钱啊。没钱就得男女平等，我可不想露宿街头。再说这是我的寝室，都怪我爸把我赶出家门。博彦的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。我慢慢张开嘴，博彦被我咬得尖叫起来。对不起，我太饿了。我好尴尬。博彦捏着手腕，抬头看我，皱了皱眉。龟饿，不能咬我呀。博彦不常住寝室，所以啥零食都没有。他在沈怀的位置上翻出一桶方便面。泡面吃吗？我坐在凳子上，抬头看他，摇摇头。我不吃这个。博彦靠在桌子边，双手抱胸看着我，眼里没耐心了。你不是快饿死了吗？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吃那个没用。不行，我实在饿得不行了。没用，那你要吃啥？沈怀都给你买啥吃？石楠花拌沙拉。博彦沉默了一会儿。有品。他耸耸肩，单手转着泡面从我身边走过。你不吃，我吃。我猛地站起来，双手按住他肩膀，把他推了一下子靠在柜子上。博彦挑眉，语气惊愕。人长得这么可爱，手劲这么大，不行，我要先吃。我抬眸盯着他，咽了咽口水。你要不让我亲一口？你说啥呢？他好像在怀疑自己的耳朵。我顾不上他的震惊，拽着他的衣领，抬头就吻了上去。刚碰到他嘴唇，身上的感觉就好多了。果然是代餐。可紧接着我就被推开了。你干啥呢？你不是沈怀的女朋友吗？博彦一手搭在我肩上，一手用指腹擦嘴唇。他越想越气，慢了半拍，迟疑地看我。你是他女朋友吗？你不会是变态吧？穿个连帽卫衣就溜进男生宿舍，还强吻帅哥。我这辈子就毁在颜控上了。他动手扯下我的帽子，突然瞪大了眼睛。你这是？我慌忙放开他，双手去挡头上的山羊角，脸因为羞愤涨得通红。你发现了我的秘密，我要杀了你！博彦被我掐着脖子，面色逐渐泛红，声音被压得细碎。他极其艰难地说了3个字：美羊羊。我本是个普通女生，上学、考试、考大学，可过了18岁生日，我竟觉醒成了魅魔。我姐从国外飞回来，跟我解释这是家族血脉，还带了个金发碧眼的小帅哥，说是给我的成年礼物。我当时就崩溃了。大学都考上了，兵役都服完了，这才告诉我不是人。那小帅哥还问我要不要亲嘴。我哭得更大声了。那时沈怀正好来找我，以为小哥哥在欺负我，他俩就打了起来。我和沈怀是青梅竹马，我从小没父母，除了姐姐就只有沈怀和我玩。那个夏天傍晚，我和沈怀并排坐着，我跟他说出我的秘密。他拿着冰袋敷脸，笑的时候疼得嘶了一声。许志威，那你和我签契约吧。冰袋被塞进我手心，沈怀搂住我的脖子，低头亲了过来。我喜欢你好多年了。我相信那时的沈怀是真心喜欢我。后来我们报了同一所大学，直到那次我们好久没见面了。我早上起来照镜子，头上长出2个小羊角，我尖叫出声，我姐却很无所谓。这就是我们的本体呀，说明你太久没进食了。我赶紧跑去找沈怀，他本来还挺开心，可看到我的羊角就皱起了眉头。我急于验证姐姐的话，就扑上去强吻了他，果然变回正常模样了。
我好了。沈怀，你看。他靠在墙边，冷冷地推开我，滚！我站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从那天起，沈怀的态度就变了，别再靠近我，也别跟着我。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我从没说过你是我女朋友。你不能去找别人吗？他讨厌我的特征，所以不肯再喂我。可他越不喂我，我的特征就越明显，他就越讨厌我，陷入恶性循环。在沈怀躲着我快1个月后，我没办法，只好翻进男生寝室。半夜爬上他的床，沈怀，我饿得难受，你能不能？沈怀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推到墙上，声音满是怒气，你就不能控制下？别跟动物似的。我的后背和手肘撞到墙上，疼得我低呼一声，眼底泛起诗意。沈怀坐起来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沉默着。他越来越不爱和我说话了。我示弱地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沈怀，指尖捏着的衣料被抽走。沈怀下了床，够了。我出去住，你别跟来。门被砰地关上，接着是上锁的声音。他不想让我再找他。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，他都没发现我是翻窗进来的。他也没想到他的室友今晚回来住了。我决定放过博彦，喜欢美羊羊的男孩子应该坏不到哪去。博彦斜靠在床梯侧边，脖子被我掐红了，可他毫不在意，姿势懒散随意。他拿着学生证照片和我一一对比。许知薇，天天跟着沈怀的那个。确实挺像，就是那个没脚。我拍开他想碰我羊角的手。你看过童话故事吗？我是被诅咒的公主，饿了会变成山羊。你和我做成年人的事，我就不好了。我这么说是有小心思的。被诅咒的公主听起来比魅魔好多了。博彦不太相信我的话，或者说他在意的不是这个。他听了我的话，轻轻眯起眼睛，原来你是这个鹅。他戳了戳我的额头，把学生证扔到我怀里，2、3步爬上了床。自己玩去吧。我会戴耳机，当我不存在。然后他转身扯被子，和我的鼻尖对上了。我靠，你跟上来干啥？床上空间狭小，气氛紧张。我用指尖触碰嘴唇，咽了咽口水。你闻起来好香，我还想亲，可以吗？他不自然地把头偏到一边，别搞事啊。他说话的时候，锐利的喉结滚动了一下。我刚想用手去按，就被他捏住了手。想干啥？他声音冷淡。我凑近了一些，轻抬下巴。你，博彦的耳朵瞬间红透了。我慢慢凑近，他被逼得紧贴着墙边，闭了闭眼，又抬眸看我。阳村小公主，你真不是沈怀女朋友？不是。我并起手指发誓。博彦垂下眼眸，握住我的手指，缓缓握紧。不管是不是，从现在开始都不是了。他抓住我的手，半压在床上，低头和我亲了一会儿。他撑着手肘看我，懒洋洋地起身。够了吧？我摸摸头顶，羊角消失了。我用手勾住他的脖子，用力拉了回来。不够。博彦挣扎着要爬起来，没成功。他深深地埋下头，在被窝里捉住我的手，声音闷得有点哑。不是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能不能尊重下我？可你总想逃跑，而且我也很委屈，而且我没吃饱。他闭了闭眼，彻底屈服了。我不跑，你先放手。博彦下床以后，让我等他。过了没多久，寝室关了灯，他重新上来的时候，顺手脱下了上衣，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把手机反扣在床上。漆黑的环境里，这道冷白色的光上下翻转着，照亮他的腹肌。博彦坐在床上，轻轻弯起嘴角，眼神朝我示意。过来，我喂你。博彦，是你回来了。有人敲了敲博彦的床，我被这声音吵醒，双手扯过被子，习惯性地滚进某人怀里。那人随意揽过我的腰，往床外伸出一只手。别吵，我在睡觉。昨晚都他妈累死了。那人顿了顿，声音也低了下来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有没有碰到什么人？我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。是沈怀回来了。我顿时睁开眼，撞上博彦充满警告的目光。什么人啊？我早上回来的，你不在。沈怀哦了一声，说随便问问，然后坐到自己的位置上。隔着一层床帘，我还能看见沈怀的背影。博彦把我压在身下，用手紧紧捂着我的嘴。他拿出手机，打字给我看。你紧张啥？怕他知道你在我床上。我轻轻摇头，不经意间余光瞥到沈怀拿着手机站了起来。博彦，你不是说你早上到的吗？他往博彦的床位走过来。昨晚12点，你给我打电话了。他站定，抬手拉开床帘。博彦仰靠在床头，单手扯过被子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就问你在不在宿舍？现在没事了。沈怀抬眼看过去，语气很是惊讶。
你睡觉都这样，一丝不挂。我整个人都闷在被子里，呼吸都有点困难。想到博彦的身体近在眼前，因为过于紧张，身子晃动了一下。沈怀注意到这动静，眼睛顿时睁大，声音充满震惊：“你在搞啥名堂？床上藏了个女的！完了，被发现了！”我正要往上钻，博彦闭了闭眼，偷偷按住我的脑袋，把我推了回去。下一秒，他把手从被子里拿出来：“哪有女的？我自己忙私事，不行吧？”博彦一手拉上床帘，隔绝了沈怀怀疑的视线。“行吧，你说啥都行。”沈怀的声音飘远了：“我去图书馆了，你俩赶紧收拾。”传来门被带上的轻声，我把头伸出被子，脸都闷红了，小幅度的喘气。没一会儿，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，是沈怀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还没走多远，能听到一门之隔骤然响起的铃声。沈怀几乎是立刻去而复返：“博彦，你床上的人是谁？是不是许知薇？他在你床上？”他紧紧握着床沿，指腹用力到泛白，声音也急促又慌张。我也不明白沈怀在紧张啥，偏偏那手机铃声还不识趣地响着。博彦拉开床帘，掀起眼皮，冷淡地瞅着他，将手指了指地面：“你想啥呢？”沈怀顺着看过去，是我的手机，躺在他的座位下面。沈怀蹲下身子，捡起手机，声音也平静了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了。”他把手机落下了。“是误会了吗？是昨晚我脱衣服的时候，手机不小心被甩了出去，当时太激动，谁也没想下去捡。”“沈怀，你这是咋了？”博彦盯着他的侧脸，明知故问：“许知薇是谁？你女朋友？”“不是，是我的一个朋友。”沈怀顿了顿，还特意强调：“普通朋友。”沈怀把手机收到包里，这次很快就走了。我撑着手坐起来，博彦把手搭在床边护栏上，唇角含笑地看着我。“起床了。”我扯起被子挡住身体，犹豫地点了点头。“昨天谢谢你。”博彦听了笑得冷淡，身子更往外歪，手背抵在鼻子下，语气漫不经心：“行吧，我这第一次还能得句谢谢。”我一手扯着被子，慢慢挪动身子，一手四处摸索。宝燕手伸到枕头底下，扯出我的内衣，双指挑到我面前：“不客气。”我日行一善。他把被子一掀，直接下了床。我拉紧床帘换衣服，宝燕翻出个白衬衫，从帘子底部塞进来：“穿这个吧，你穿卫衣不好看，阴森森的，还是穿我自己的吧。”博彦无可奈何地叹气：“你就非要我说实话吗？被弄脏了。”“哦。”上午第二大节课是高数，课间的时候沈怀来找我了，他是来给我送手机的。我穿着衬衫短裙，长发落在胸前，被风吹得散开。沈怀愣了：“你好了。”我抽走他拿着的手机，轻轻应了一声“嗯”。以前我总跟在他身后求他，每时每刻都可能会说话，我已经很久活得不像正常人了。沈怀看向空了的手，收回多余的情绪：“既然你自己也行，以后别再逼我了。”我垂下眼眸：“以后不会了。”我们站在一处，已经是无话可说了。直到沈怀不合时宜地开口：“你穿白衬衫挺好看的。”我心想说这是你室友的，但没有说出口。沈怀却似无意地提了一句：“这个牌子很小众，我室友挺喜欢的。”我转头看向沈怀，却猜不透他的意思：“我也买了，不行吗？”沈怀不吭声了。上课钟响，我准备回教室，沈怀上前拦住我，手里拿着药膏：“给你带的。”他指了指我手肘的位置：“昨晚你是不是磕到了？”我没去拿，而是抬头看着他：“沈怀，我跟你说过，我的身体和常人不一样，这些药对我没用。和博彦那啥之后，我已经没伤了。”沈怀顿了读，收回手，把药膏扔进垃圾桶。他一字一句道：“是我忘了，你不是人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我看了一眼垃圾桶，要是以前我会捡回来，追上去哄他，但这次没必要再捡了。拿到手机第一件事，我加上了博彦的微信，但不知道咋表达心意，就给他转了500块钱。什么意思？妹妹，你玩我？500块，你是不满意吗？光看着文字都能想到他的语气。没有，你上次不是说你没钱吗？我给你钱花，拿去买零食。懂了，那再加20，一起转过来。他把这500块退了。我对着手机傻笑，舍友悠悠地靠过来，暧昧地撞我的肩膀。什么情况？你和沈怀有进展了？我关上手机，假装听课。不是沈怀，是别人。你开窍了，终于不追沈怀了。难怪呀，他的眼神八卦到了极点，好像发现了啥秘密。难怪什么？难怪你今天穿这件衬衫啊。嗨嗨，是那个别人的吗？
我有点错愕，你咋猜到的？他干脆地翻出我的衣袖，展示那里的刺绣 logo。这个牌子只做男装啊！我愣了好久，沈怀他是不是也知道呢？不过这样也好，也许下次见面我就可以和他提出解除契约了。下课后，教学楼滚出好多人，我居然远远看见了博彦，他和2、3个男生一起走着，引得好多女生偷看。果然帅哥都和帅哥玩，博彦是其中最惹眼的，身高腿长，脸更是绝了。甚至有人小声感慨，1年有365天，他借我玩2天怎么了？有2个女生过去跟他搭话，都被他几句话就拒绝了。舍友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金融系帅哥呀，听说很难追到手，这回算是亲眼看到了。你说宝燕，他拽吗？我愣了，他挺乖的呀。我下意识看向他，隔着50米，博彦突然抬头和我的视线撞上，我拉着舍友就走了。我第一次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果然像我想的那样，上床比亲吻有用多了。宝燕的体力是真的好，但是半个月后我又饿了。我趴在床上给博彦发消息，我饿了，你在哪？我等了好久，他都不回我，我只好打电话过去，但不是他本人接的。彦哥，你手机响了。我去，美羊羊来电。我听得无语，他给我打的啥破备注？博彦已经拿到了手机，懒呆的声线在电流里听起来酥酥麻麻的。找我？有事吗？我用指尖画着床单的花纹。宝燕，我饿了，想约我吃饭啊？他的尾音微微上扬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想吃你。那边的声音顿了读，地址发你了，定位在学校附近的台球厅。博彦手持台球杆，慢慢转到桌角，往前俯下身子，手往前放，瞄准目标。旁边的男生都在认真围观，但博彦还没来得及送杆，就被我拉着手腕翻身，上半身被压到了台球桌面。博彦刚要抬头，我低头吻了上去，他手里的球杆也被带乱了，很快扫过几个球，落到地上，发出几个闷声。众人都傻眼了，刚才球的位置还有人记得吗？别管球了，是不是兄弟？我彦哥呀，报警啊，快报警！我警告你，快放开我们宝燕，我在录像啊！我亲够了才放开宝燕，他像是被蹂躏过，头发凌乱，被我压在桌上，语气无奈又负咋？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急呀？我又不是不让你亲。博彦站直身子，从地上捡起球杆，看着满桌混乱，让我打完这个球会咋样？他郁闷地叹气，我会赢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其实我会打这个，我帮你赢回来。我去找人过来重新摆球。一局台球又开始了，博彦让我先玩几轮，等比分落后他再上场。我拒绝了，那样你就没得玩了。博彦屈起指节，轻敲我的额头，不以为然道：小杨还挺会吹牛，在旁边看着哥。他台球确实打得不错，但有点紧张，好几次出现奇怪的失误。他的朋友也看出来了，不时窃窃私语，看向了我。我挑了个球杆，走到他身边，我来吧。一杆轻抬，全场都沉默了。宝燕故作淡定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么厉害。我刚才打的有啥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呀，你就是打得太装了。我很坦诚。旁边人一阵爆笑。博彦面无表情地去结账。我走到旁边巷子里，把喝完的瓶子投进垃圾桶，转身却看见了沈怀，心情瞬间就沉了下去。我们快半个月没见过了，最近在忙啥？没时磨就上课。我从沈怀身边经过时，他抓住我的手腕，让我停下。他沉默好久，偏头看我，声音沉闷：你的身体有不舒服吗？他知道的，我3、5天就要找他，现在已经过去太久了。我闭了眼，甩开他的手。没有，我已经会控制了。我往前走了2步，却被沈怀拉了回来。他把我圈在墙边，慢慢低头看我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：你要不要我亲你？我往后靠着，冷冷抬眸，和他四目相对。沈怀，到底是我要亲你，还是你要亲我？他迟疑了一会儿，垂下眼眸。就算是我想亲你吧。我偏过头去，无奈地笑了。沈怀以为这是默认，正要低头亲过来，我狠狠推开了他。可现在我不想和你亲了。沈怀紧紧抿着唇，盯着我问：喂食魔？一道冷彻的嗓音响了起来：能喂食魔？谁和普通朋友亲嘴呀？博彦双手插兜，站在不远处。许之薇，过来。他在外面还挺能装拽。我正要过去找他，沈怀却挡在我面前。他冷冷地说：这么听话，你和我室友很熟？不熟，就像我们普通朋友而已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沈怀叫住我：
许之薇，你够了，你觉得这样好玩吗？他知道你的身份吗？我脚步一读，是啊，他会怎么看我的身份呢？沈怀的声音还在继续，最近不知怎么了，我老是想你。之薇，我好像比我想象的更……我转过身，打断沈怀。沈怀，我们有空把契约解了吧？沈怀怔住，这个还能解？我竟从他语气里听出失落。能解？薄燕快走过来了，我回头拜托沈怀，你别跟他说，求你了。沈怀的目光有了裂痕，脸上表情变得毫无生气。你别告诉我你喜欢上他了。我被他问得愣住。薄燕走到我身边，拉着我就走，声音无比幽怨。有啥可聊的？再聊会儿都成好朋友了。身后的沈怀冷笑一声，薄燕，你装啥呢？薄燕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我装什么了？沈怀抬头，你不知道他喜欢的人是我吗？薄燕笑了笑，语气多了几分散漫。是吗？那你还怕啥呢？他轻飘飘一句话，杠得沈怀无话可说。他一个人站在原地，看着我们离开。薄燕送我回宿舍，天色越来越黑，路灯一盏盏亮起，照亮我们的眉眼。薄燕往后靠在树上，低头拥着我，吻得缠绵。我都站不稳了，全靠他的手揽着腰。他吻技比我好。薄燕慢慢放开我，指尖撩过我的额发。这样亲一次能顶多久？3到5天。他想了想，看来那样能顶半个月。我看了他半晌，鼓起勇气。那你今晚要不要跟我出去住？薄燕冷淡地瞅我，用手掐我脸颊的肉，气得笑出了声。真把我当工具了？半个月用一回，你还是人吗？被他戳穿了，我无能还抱怨。1年365天，你记24天给我玩玩怎么了？薄燕无语。你哪学的流氓语录？从台球厅那天回来后，薄燕动不动就给我发消息，但她发的实在太多，我不是每条都回。代餐，出来看电影吗？代餐，打台球来吗？代餐，你在玩游戏？我也在线。代餐，不回我。代餐，下楼亲嘴，我收到。代餐，代餐，晚上想去操场走走吗？听说有人唱歌。代餐，操场亲嘴，我收到。代餐，你除了亲嘴都不理我。代餐，公主，我都在图书馆看到你玩手机了，你还装？代餐，我生气了。代餐，图书馆亲嘴，我来了。2排紧密的书架间，薄燕抓住我的手腕，顺势把我圈在怀里，逼我看她的聊天记录。许之薇，咱俩啥关系？亲嘴搭子，你脑子里就只有亲嘴。他还把我的备注改成了色中恶鬼。不是，也有开房，但你不同意。薄燕放开手，冷冷地瞅我，气得都笑出了声。你还有理了？你就算只想睡我，你也得先付出啊！我拿出手机，准备转账。啊，你说要付多少？薄燕抽走我的手机，按毁屏幕，再丢回我怀里。不是钱的事。他就要走，我喊他名字，薄燕。咋了？他回头看我，你不亲我了吗？薄燕犹豫一会儿，不亲了，继续往前走。我站在原地，没过多久，视线里出现人影，再抬头是沈怀。沈怀把手撑在书架上，往前走2步，离我越来越近。之薇，我们多久没接触了？我好像不太舒服。他捂着胸口，身子前弯，看起来还正常，但脸上色泽都快没了。沈怀，你被契约反噬了。他抬头看我，目光充满不可置信。那道主仆器对你也有约束，你以前没这样过，是因为我会亲近你。沈怀扯过我的胳膊，把我压到书架上，想确认这件事，但很快被人一手拉开，狠狠推到地上。薄燕居高临下的看他，按揉着刚才动手的手腕，眼底带着几分戾气。偷家呢？我和他吵个架，你就出来了？沈怀无力地垂着头，低声苦笑。是真的，靠近你，我真好多了。沈怀在看我时，眼里泛着光。你以前为啥不说？你说了，我就会配合你。我说过。我打断他，我说过，你不让我靠近，你也会受伤害。可你是怎么说的？沈怀想起来了，他喃喃道，我说你都是为了骗我。薄燕拉着我的手往外走，我从沈怀脚边经过时，他扯住我的衣角。许之薇，我就是用这种语气喊沈怀的名字，希望他能为我留下。原来换个视角听这种恳求是这种感受。我一根根掰开沈怀的手指。沈怀，你忍一忍，等我姐回来了，我让她给我们解开。沈怀也尝到了我当初的滋味，被痛苦折磨的不行，完全没法正常生活。他天天找我，教学楼、图书馆、体育馆，只要我出现的地儿，都能撞见沈怀。他一次次求我，
能不能和我单独待会儿？这次轮到我躲寝室了。沈怀在女生宿舍楼下守了1天1夜，我时不时走到阳台往下看，脑子里浮现那个夏天傍晚，沈怀让我用冰袋给他敷脸，我一贴上去，他吸口气，但眼底笑意满意。许知微，你能不能轻点？明明我对他已经很温柔了，可他还是不舒服。第2天早上，我和舍友去考试，沈怀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眼睛都红了一圈。许知微，我真难受，你可不可以？他看向我和舍友，声音弱了，可不可以亲我？我舍友当时就傻了，拿起帆布包把沈怀打了一堵，拉着我就跑。到了教学楼，我的考场在2楼，我不经意往下望，看到之前和博彦打台球的2个男生。原来今天金融系也有考试，考场在1楼。我偷偷去看考生名单，博彦的名字在里面，他好久都不理我了。同学，找谁呢？有个男生来搭讪，我刚要开口，宝燕就出现了。他瞥那男生一眼，找我的，你去排队吧。那人讪讪，怎么都是找你的？宝燕双手插兜，懒散往前走，我不声不响跟在他身后。他停下来看我，语气很拽，干啥？同学，我去卫生间，你也跟。他还没拽完，就被我拉了进去。隔间里，博彦被我紧捂着嘴，往后坐到马桶上。他眼里满是震惊，呼吸剧烈起伏，发出含糊的声音，像是在抗议。我跨坐到他身上，你该和我接吻了。他盯着我看，用力偏过头去，喉咙里闷出了哼声。哼也不行。我放开手，你不许叫。我又把他的脸掰回来。博彦冷淡地平视我，耳垂红透了，脸上还有泛红的指痕。这种内外反差让他好诱人。我盯着他，心砰砰跳。完了，这次不是是馋了。博彦声音都哑了。先从我身上下去。我这才低头往下看，咦，你好像想和我，不想，我有个人抑制。宝燕推开我，他打开一道门缝，四处看看，确认男厕所没人，才回过头。你先出去，考试结束我就和你亲。我刚走出门就碰见沈怀，我才想起沈怀和博彦是同专业的。博彦特意等了一会儿才从里面走出来。沈怀的脸瞬间阴沉到极点。许知微，我这几天都在求你碰我。他声音都颤抖了，你宁愿跟他鬼混，也不愿意跟我。你控制一下吧，别跟动物似的。我转身就走。沈怀用手狠狠捶在墙壁，指缝里溢出鲜血，接着慢慢蹲了下去。他真的不喜欢我了吗？他生我的气了。博彦握拳咳了咳，从他面前走过，扔下一句话：我没在厕所对他干坏事。考试早就结束了，可博彦的考场却迟迟不散场，不少人在门口围观。听说有考生出事了，我扒开人群拥进去。是沈怀滩坐在讲台前，双手捂着心口，嘴唇哆嗦着，额头冷汗直下。还好不是宝燕。我正要出去等，沈怀却看见了我，像看到救命稻草。许知微，你来找我了，你还在乎我，太好了。他突然笑了，伸手去抓桌沿，想要借力站起来。但在他站起来之前，博彦直接交了试卷，走到我身边。等着急了。我拉住他的手就要往外走，压低声音，你说的考试结束你就和我亲。短短一句话让沈怀停下动作，他盯着我们的背影，脸色寸寸灰败下去。教学楼的后门常关着，我坐到博彦腿上，双手捞住他的脖子，低头亲得毫不费力。他坐在台阶上，伸出一条胳膊虚揽着我，另一条胳膊往后撑在地上。宝燕，你闻起来好香啊。他用手掐了掐我的腰，亲就亲，别说话。我低头看他半晌，自然地换了话题。学校边上新开了家酒店，你想去玩吗？博彦无语抬眸，去玩还是被玩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我碰了碰他的唇，可我想要抵半个月的。他垂下眼眸，轻问，为什么？接吻对你不够了？我被他问得愣住了。是够了，但又不够。我意犹未尽地放开宝燕，向他下了最后通牒。快要放暑假了，你坚持不了太久了。他捏了捏我的鼻子，轻轻笑了出来。许知微，那你就等着吧。快要放暑假了，我跟我姐说了解契约的事。她听到我说的话，也很遗憾。当初我就不建议节气，还是沈怀坚持要的。那小子不是挺喜欢你的吗？我姐姐护短的厉害，所以我没把沈怀总是故意饿着我，还在很烦我的时候，让我尝试石楠花的事告诉我姐。以前是挺喜欢的，现在又不喜欢了。这样的事到处都有，不稀奇。再见到沈怀是在图书馆门口，那棵树的枝干缠着灯带，发出璀璨光彩。沈怀就站在树下，穿着淡蓝色卫衣，握着一束栀子花。
许之薇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没跟你道歉，我不应该把你关在寝室，对不起。知道了。我没去接他递过来的花。沈怀也不生气，惨白的脸颊勉强露出笑容。你别躲我，我会控制了。我现在也很疼，但我不会碰你了。蓝牙耳机里是薄燕好听的声线，听起来像是我室友又去找你了。我最近常和薄燕挂着语音，平时互不打搅，偶尔想起来就聊两句。我往宿舍走，沈怀跟在后面。之薇，你离薄燕远点吧，她不是好人。薄燕嗤笑一声，她全听到了。许之薇，你不许挂，我要听她怎么说我坏话。得，我成中介了。她哪不好了？沈怀走在我身边，脚步和我同速。他带女生回宿舍乱搞，这还不够末品吗？我侧头看他，难道他不知道那天是我？你觉得他会喜欢那个女生吗？他这么随便跟别人睡的人，你为啥要和他搞到一起？我突然停下脚步，和他隔着几步，四目相对。沈怀，其实你都知道，是吗？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语气轻轻颤动。我不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。他笑得很难堪，像快哭了。我只是我错了，我不知道原来你那么难熬。他停顿一下，用手抹了把眼睛。我不该把你锁在寝室，我更不该关机，错过你的电话。夜色里看不太清，但我知道他在哭。沈怀尽量哭得不狼狈，拼命咽下委屈。许之薇，我没有不喜欢你，我只是需要时间接受。你能不能回到我身边？我不会再伤害你了。他想来牵我的手，被我轻轻避开。沈怀，你不用这样，我们的契约很快就能解了。他眼里含着泪，嘴里却扯出讽刺的笑，肩膀也轻颤起来。许之薇，你都不信我了吗？我这些天是很难受，可我从来没想和你解开，我只想要你回来爱我，像以前那样对我。他懊恼的又哭又笑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。你是喜欢我的呀，你只喜欢过我，你没有喜欢过他，对吗？我看着迫切要答案的沈怀，脑子里却想到另一个人。我才发现薄燕把语音挂断了。许之薇，你听我说话呀！沈怀突然激动起来，疯了似的把我拽进他怀里。你以前想要都是找我的，你会想起我的。他圈住我的腰，低头就要强吻下来。我还来不及推开，沈怀突然就被重重踹了一脚，往前落了好几米。薄燕收回脚，慢慢走到我身边。我就是再没品，也莫强迫过他。路灯忽明忽暗，沈怀撑着手起来，摇摇晃晃站直。那我们关于品德的标准不太一样啊。他去擦唇角的血，起码我不会睡室友的女朋友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你睡得爽吗？我气得要去踹他，被薄燕轻轻拦住。你别管，他是冲我的。薄燕和他正面对峙。他不是你女朋友。我问过他，也问过你，他说不是，你就信了。薄燕，你骗谁呢？你敢说你当时100%确定吗？你敢说你默想过，就算他是，你也要抢过去吗？薄燕看着他，不说话了。沈怀一把拽起他的衣领，把两人距离拉近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？你知道我要给他送手机，你就让他穿你的衣服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薄燕也不推开他，任由他揪着衣服，冷冷垂眼看他。我和他是你情我愿，你有什么身份说我？寂静的夜里，薄燕的一声嗤笑格外清晰。沈怀，你那天早上就猜到他在我床上，你当时怎么不敢说出来呢？我问你许之薇是不是你女朋友，你知道他能听到，你怎么不说是呢？因为你当时就后悔了，你又后悔又别扭，又不敢戳穿事实。你他妈装不知道，你还装深情上了。沈怀像被说中了，手上泄了力气。薄燕攥住他的手腕，随意往外一推，推得他往后连退几步。他低头整好衣领，轻啧一声，现在你想要回去做梦去吧。沈怀正神好久，似乎在思考，最后定定看向我。许之薇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他边说边走过来，想要证明自己的心。我不在乎你和他怎么样，你以后想找他玩也可以，只要你还肯理我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从来没想过你会离开我。薄燕嘲弄地笑了。他愿意，我可不愿意。薄燕散漫地朝我走来，语气极其无所谓。你不是说新开了家酒店，要带我去玩？现在吗？我不确定他的意思。薄燕瞟了眼沈怀，怎么，现在你没空是吗？沈怀握紧拳头，死死瞪着薄燕，眼圈红了。你现在要带他去开房？薄燕，你他妈还是不是人？薄燕根本不理他，他一手插兜往前走，一手拍了拍我的肩。机不可失啊！沈怀目光痛苦地看我，眼角滑落泪滴。你别跟他去，我求你了，能不能送我去医院？我看了看他，
又看了看那道背影，匆忙扔下一句话：“你自己打车吧。”我很快追上了薄燕，他把手肘搭在我肩上，歪过头看我，笑着轻抬下巴：“记得买瓶水给我喝，我骂人都骂渴了。”我忍不住笑了。我回头瞥见沈怀的身影，他一瘸一拐地追，但没过多久，被我们甩在了身后。我躺在酒店的床上，盖着被子，露出脑袋。薄燕从浴室走出来，下身系着白色浴巾，手里抓着毛巾，胡乱擦着头发。我盯着她的身材看，宽肩窄腰，腹肌明显，小臂有力，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薄燕已经坐到我身边，双指轻掠过我的额头。醒醒！我回过神来，要关灯吗？她捉住我的手，等等，在这之前，你得说明白，我们啥关系？进阶到床搭子了。薄燕把我的手放在她掌心，指尖轻轻摩挲我的手背。你考虑过交个男朋友吗？她说出这句话时，明显松了口气，慢慢对上我的视线。我犹豫着把手抽了出来。我的真实身份你会讨厌的，我也有件事莫和你坦白。第一次见面，为了不被你掐死，我才说你是美羊羊的。薄燕声音顿了顿，其实我认得出来，但我想女生可能喜欢被当成美羊羊吧。我惊讶地坐起来，所以你知道我是……没等我说完，她缓缓勾唇，凑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的眼睛。我知道你是啊，不就是因为你是，你才总要亲我？那你不介意吗？这有啥好介意的？你不就是头上偶尔有2个角，力气稍微大了点，不跟你贴贴就难受。她笑着看我，无奈蹙眉。这就和普通女孩子一样啊。我愣怔地盯着她，渐渐笑了出来。她真的是这么想的。薄燕，那我们谈恋爱了吧？我往前扑进她怀里，眼里不受控地泛出泪来。薄燕用手轻拍我的背。许之薇，你怎么哭了呀？那今晚别睡我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我立刻抬起头看她，擦乾眼泪。那不行，要睡的。快放暑假了。好。薄燕笑得像狐狸。这次我默让她关灯，因为想能看到她。她长了张让人很爽的脸。薄燕的额发全汗湿了，扯了张纸巾擦完汗，莫耐心地停了下来。她一手往上撩头发，一手捞起床头的手机，已经被挂断很多次，但总是周而复始响铃的。我的手机，你够了没有啊？一直打过来，不知道我们在忙吗？沈怀的声音很冷静。薄燕，你把手机给他。我还是躺着，接过手机。喂，你说吧。低头去看薄燕，这侧面看她可以说她侧脸好看，但从她头顶往下看，鼻子和嘴唇都长得刚好，该怎么描述呢？沈怀说：许之薇，我被车撞了。我握紧手机，眼里溢出泪来，声音带了些鼻音。薄燕，别。我低头看她，她抬起头来，手肘撑在床上，朝我扬了扬眉。专心听她说话呀。沈怀停顿一会儿，像没听见似的，继续往下说：你能来看我吗？我叹了一口气。沈怀，你是何必呢？他声音里的苦笑很明显。你来呀，你就来看看我呀，这都不行吗？你担心我对你不好的话，你让他陪你来呀。薄燕听得暗揉眉心，已经没兴致了。算了，去吧去吧，我受不了了。沈怀的声音都大了，情绪高涨几分。薄燕，你要带他过来吗？我把地址发给你。薄燕随口应着，发我吧。他正要下床，我用脚往回勾他的腰，你还没给我呢。薄燕被我抓了回来，不做完不许走。我警告性地拍拍他的脸。薄燕抬起下巴看我，眼神晦暗不明，锐利的喉结滚落了一下。他对着手机慢慢开了口：你等我1个半小时吧，我带他过去。关机了。手机那端的沈怀瞬间就发疯了。半小时不够吗？你他妈明明要说半小时的，你这个……薄燕直接就挂断了。我是不是惯着他了？他重新低头看我，弯起唇角。我们抓紧时间。薄燕在走廊等我。我坐在床边看着沈怀。你就为了不让我们今晚过好，故意去路上被车撞，有意思吗？沈怀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左腿打着石膏被吊起，手背上还扎着地针。他面膜表情地看我：你们超时了，我等了2个小时17分钟21秒。你就那么喜欢他吗？我只是不喜欢你了而已。我站了起来。我解过会儿就到，我们把契约解了，到此为止吧。沈怀反而冷笑一声：喂食魔？我们都签了主仆契，他却可以喂饱你，不应该只有我吗？都快1年了，以前你不管多难受，最后都只能来求我呀。喂食魔，他也可以呢。沈怀越说越激动，扯动手背上的针管都浑然不觉。我给了他答案：因为你从来没和我做过，所以契约效力不强。我再难受都回来求你，是因为我喜欢过你。你还记得吗？签订契约时，你跟我姐保证过，任何时候只要我需要，
你就会出现，可你没做到，沈怀。那晚我饿得快死了，而博彦正好是个优质处男。我姐说过，哪怕我们快死了，吃个处男也能活过来。我不想再坚持喜欢你了。我站起来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带上了门。沈怀失魂落魄地坐在床上，脸上泪痕斑驳，莫再说话。医院走廊里，漂亮的卷发姐姐停在宝燕面前，她摘下黑茶色的大墨镜，用镜框去戳宝燕的胸口。弟弟都这个点了，一个人在医院啊，是不是家里遇到啥困难了？要不要姐姐帮你一把？博彦敏锐地往后避开，嗓音冷淡地回他：谢了，我家里困难的就剩钱了。我赶紧跑过去拉住那女人：姐，这个不行，这是我男朋友。我姐和博彦都尴尬了。博彦咳了咳，慢慢站直了：姐姐好。我姐这才认真打量宝燕，而后不可思议地看我，这回眼光比上次好太多了呀。我姐进了沈怀的病房，她拉起沈怀的胳膊，用刀划开道口子，把当初的血气慢慢引了出来。沈怀被禁锢在床上，还试图挣扎，眼角溢出清泪。别这样，我不想解开。许之薇，这是我和你的联系。他能感觉到有东西从身体被抽走。沈怀将下唇咬得泛白，直直望向我，眼泪像泄了闸的洪水。我不用你亲近我呀，我学会忍耐那种痛苦了。我愿意想着你难受，这都不可以吗？许之薇，我只是没想明白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好多年了呀。沈怀的声音越来越弱，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见。血气被引出来的那一刻，他更是直接昏迷过去了。我姐又飞去国外了，她问过博彦要不要和我签契约，博彦拒绝了，他说没必要，自由是爱的前提。天都快亮了，博彦和我下了车，往酒店方向走，路上有零星行人。他突然没来由地说了一句话：许之薇，我好像还没说过我喜欢你。我一抬头，正对上他认真的目光。知道了。博彦继续目视前方。你应该说你也喜欢我。他偏头看我，你喜欢我吗？我不理解，但很配合他。我喜欢你呀。博彦站定脚步，像是终于说到正题。你喜欢我，你当初怎么不回我消息？除了喊你亲嘴，你都不搭理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追你了。原来那是他在追我呀。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。其实他发的每一条消息，我都是第一时间看的，只是听说他很难追，我又不想这么快沉迷，所以当时不敢和他接触太多。我不知道你是在追我。博彦想了想，那你喜欢我怎么追你？我可以现在开始追你。我倒不太在意过程，一年365天，你借我玩300天就行。博彦无语地拍拍我的脸：我哥你得上班呢。我立即捉住他的手，仰起脸看他：你看我像不像你的班？博彦用手揉我的头发，眼底笑意盎然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番外篇谈到真被魔了。恋爱几年后的某天，博彦从我家翻出一本书，他指着书问我：人家的魅魔有尾巴，你咋没有？我愣了下：我有啊。博彦惊呆了：你居然藏着好东西，不给你男朋友看？行吧，那我变成本体给你看，又有脚又有尾巴，你别害怕呀。我还在碎碎念，博彦已经换好睡衣，坐在床头，双腿交叠。你不要害怕呀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怕的，但我不知道你的审美，比如沈怀就不喜欢。博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不自然地咳了咳。你咋不穿衣服？我穿衣服怎么放尾巴？你还装不好意思？你一直在看我，都没停下过。宝燕很有仪式感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。你变吧，我只希望还是个女的。我拍了拍她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本体了。博彦缓缓睁开眼睛，上下打量我，表情愈发古怪。我拿起我的小尾巴，给他展示我的绝活。你看，这个恶魔尾巴的箭头可以变亮，还会变色，你喜欢啥颜色？博彦却盯着我，心不在焉。不喜欢这个。我还可以打出小电花，就是要关了灯才能看见，有点黔驴技穷了。好吧，其实还能给手机充电，就是无线充太慢了，我自己都不用。我放弃推荐我的尾巴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宝宝，你都不喜欢是吗？博彦双指掐着下巴，轻轻摇头，目光像是在沉思。我都没在看那个，你真的变了好多。他用手指着我，说到哪儿指到哪儿。脸变小了，胸变大了，腰也细了，声音都加起来了，而且智商明显下降了。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魅魔呀。他好像不太对劲。你在想啥？博彦握拳抵在唇边，笑得极其浮夸。天哪，沈怀居然会讨厌这个。头上有犄角，身后有尾巴，这么可爱的萌妹。你控制一下。他看见我本体的时候，我是穿衣服的，而且他也没像你，就盯着其他地方看。
博彦假装正经，轻咳了咳，我只是善于观察，不会被表象所迷惑。他缓缓抬眸，直勾勾盯着我，邪性的勾唇。而且以我的推理，你别的地方肯定也变了，让我验证一下。我赶紧滚下了床，到处去捡衣服穿。博彦，你好像变坏了，你别过来呀！博彦自从上次后就念念不忘，他每天拿着好几本书来回翻，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看书上写了，魅魔的本体就是有魅惑作用的，所以我上次就是被你魅惑了。你不信再变一次，我不会对你下手的。我无语地看向博彦，你当我是傻子？博彦和我再三保证，那绝不是他的本性，让我给他变一次。5分钟后，博彦，你把我衣服还给我，你别再过来了呀！好可爱呀，凶死我了！嘻嘻，再凶一个。博彦冷淡地喝水，你这完全是剪辑，我不会这么变态。还好我录视频了，我这是一镜到底。我拿走他的水杯，趴到他身上，盯着他的眼睛。你是装的，还是你真忘了？你没有任何印象吗？博彦咽下嘴里的水，我只是梦见有个小猫咪很喜欢我。那你对它做什么了？他无辜地转头看我，我在吸猫啊，还回答得滴水不漏。但我已经埋下了怀疑的种子。博彦实在太可疑了。宝宝，本体不需要洗澡吗？是不是也要洗一洗？不用你操心了。门锁没电了，尾巴可以借我用吗？有充电宝。最后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开始伤痛文学了。喜欢就是克制，爱就是放肆。这话是这魔说的吗？因为被真正爱过，不爱的落差感很大。我不想搭理他。婚姻里装聋作哑是一种极端的冷暴力。我放下碗筷，我们还没结婚。博彦十指并拢，正色看我。可以，我答应你的求婚了。这婚还真让他接到了。我还以为博彦的爸妈会是标准的豪门父母，就是会给我500万让我离开他儿子，或者请个法师来降了我之类的。但他爸妈很随和，还特别喜欢我。你就是许知薇，眼睛好大呀，好可爱呀！来来来，快过来，我们拍个照，行吧？原来他全家都是萝莉控。博彦举着酒杯走到我身边，怎么样？我效率高吗？我看了看他，你爸看起来不严厉呀，你当初为啥会被赶出家门？博彦无所谓的摆手，小事，我带他炒股了，所以赔了很多钱。没有啊，他非要抛了，我抄底了，我大赚一笔。博彦像是想起了好笑的事情，乐得直摇头，老头玩不起。新婚夜，博彦脱下西服外套，穿着衬衫马甲，站在窗前看我。许知薇，你知道吗？婚姻对人类的意义是很重大的。我在脱婚纱，过来帮忙。他来帮我拉背后的拉链。婚姻最重要的是信任，信任就是不要欺瞒对方，要以真实的面目。我转过身来看他，及时打断了他。你就是想说我能不能变成本体和你洞房事吗？博彦沉默了一会儿。你很聪明。他发自肺腑地认同，我们肯定会有个聪明的孩子。我想了想，那是半人半魔吧？不，你已经是半人半魔了，那应该是3/4人和1/4魔。这么严谨的吗？博彦抬眸看我，目光忧心道，看来魔的血脉已经快消失了。然后呢？我很警惕。博彦，如果你用本体受孕，更有利于血脉的延续。他还真是万变不离其宗。拯救濒危动物，人人有责。我先做起。